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八斗子观光渔港，今天要搭船游基隆屿。我报名的是3合1行程，绕岛、登岛、灯塔，行程约3个半小时，费用每人850元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，是一个适合快乐出航的好日子，我就在这边等队友到来。杨爸杨妈，哎，兵哥也到了。现在快要上午9点半了，我们要去报到了。我们搭10点的船，我还没有登过基隆屿，啊，所以蛮兴奋的。那救生衣旁边有拉环，不要拉，好，那个一拉的话就是。我们现在登船了，遇到粉丝了。那我们准备离开八斗子渔港。基隆屿海拔182公尺，长960公尺，宽400公尺，总面积20公顷左右，是距离台湾最近的火山岛。10点钟的方向啊，那个就是码头，悬崖峭壁的叫海石崖。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洞穴，那个叫做海石洞。那这边因为黑潮通过，所以洄游性的鱼类还蛮多的。我们基隆市政府有时候也会在这边办一场国际的矶钓比赛。那我们慢慢的绕过来，这一面呢是东北季风吹过来的面，有时候稍微有一点浪。那我们左前方这一块三角形的石头，好像鸡的心脏，我们叫做鸡心岩，鸡心石啊。它是东北季风吹过来面对的第一块岩石，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候鸟。来这个角度欣赏长毛象。那这一边也是坐船才看得到的景色，从基隆看不到这一面。那因为是东北季风的迎风面，所以石头上面比较没有绿披的植物。看到船的前方这一颗小岛，跟基隆屿有点像，这一颗叫做小基隆屿。小基隆屿跟基隆屿没有连在一起，海底下有一条海沟，所以呢水流有时候也很湍急。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。Cross 海岸最右边前面，你会发现好像有一条线，那这个就是基隆海坎。基隆海坎这边浪比较大，有时候船会稍微晃一下。那为什么叫基隆海坎？各位想象一下，海底下有山脉，山脉一直延伸到和平岛。海底的这些山脉连成一条，好像一道门槛挡在这边，所以这边叫做基隆海坎，基隆海坎。好，准备通过哦，稍微有一点晃哦。那因为海底的山高低不同，所以呢，两边的海水深浅不一，有时候太阳出来，海水颜色也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通过基隆海坎，来，我们慢慢的要进入码头，大约搭船半个小时，抵达基隆屿。基隆屿3合1行程，第一个行程绕岛完毕，接下来就是参观海滨步道，然后再登顶基隆屿灯塔。后来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呢，这里有个殉职纪念碑，所以有日本部队在这边驻守。那当时呢，没有这个山洞，他们必须翻山越岭，所以呢，他们在上面做工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南田的阿兵哥，不小心失足坠崖挂掉的，所以是第一个死在岛上的日本兵，所以有个纪念碑哈。南田上等兵殉职之碑，旁侧的字迹已经模糊了。
前面有小隧道，是日治时代开辟的隧道。好的话，再来，我们准备要去流浪海水。前面是直升机停机坪，这里是2条步道的分叉点。这条是灯塔步道，好，再问一次哦。爬向基隆岛山。登山步道来回1个半小时。左侧是海滨步道，来回半小时。来回半小时。我们先走海滨步道，右侧那边就是灯塔步道，一路陡上，爬向基隆屿灯塔。现在是野百合花季的尾声了，或山坡可以看到不少野百合。土地公祠，这是在海石洞里面的土地公。土地公庙在海石洞里面。跟我一样哦，这是壁虎蛋。观音岩也是利用天然海石洞来供奉观世音菩萨。前面是滨海步道的终点，这里有岔路可以衔接灯塔步道。哇，今天气温非常适宜，如果是炎炎夏日的话，来基隆屿真的会蛮辛苦的。不过现在周1到周5其实预约还蛮容易的，所以也是可以确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，然后再预约登岛。哦，木栈道一路陡上。哦，这里小塞车了，这里是最狭窄的木栈道，所以很容易塞车。哇，步道正面对着小基隆屿，一路陡上。哇，爬得越高，看得越远。大约爬了25分钟，抵达灯塔步道中途的凉亭。后面的步道就是土石路了，差不多已经走2/3的路程了，开始有点累啊。不过无敌海景可以抚慰疲惫的心情，沿途处处都是美景，小基隆屿随时在旁。望见灯塔了，基隆屿登顶成功证明，海拔182公尺。不过我们还要继续前进灯塔。前面是步道终点，基隆岛山。从登山口爬上来，大约花了40分钟。这里有个废弃的碉堡，基隆岛山原有的三角点已经遗失。这里有海军编号22号借助的基石。这是早期日军新建的碉堡。基隆岛灯塔创建于民国69年，塔高12.3公尺，是国内首座以太阳能发电的灯塔。登顶基隆岛山，跟基隆岛灯塔合照一张，耶耶！我们现在离开基隆岛灯塔了。我们是最后离去的游客，距离集合时间还有1个小时。不过我们下山应该超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山脚下了。下山非常快，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快到山脚下了。接回到滨海步道了。我们今天的基隆屿3合1行程，绕岛、登岛、灯塔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回到基隆屿码头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这个行程的话，
我会将相关的资讯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基隆屿的行程有绕岛、登岛、灯塔，还有象鼻岩。无论是2合1、3合1、4合1，任君选择，价格都是统一而且透明。我们今天的基隆屿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基隆屿，拜拜。